2022年6月14日，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电视剧《与凤行》开机大吉，黑粉黑化，黑言黑语又开始集中火力找茬散播了。这部未拍先火的电视剧改编于九路飞香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神话故事。赵丽颖扮演是的魔界中的女王爷沈黎，因为逃婚流落人间，因受伤现出原形，被误认为是一只鸡，要成为别人口腹之食。机缘中遇到遗留在世间唯一的神沈黎，由此开启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首先，在此次开机仪式上，男女主角都选择穿便装出现，避免过早曝光剧中的造型，保留了神秘感。然并卵的是，虽然男女主角的造型暂时还没有传出，配角的造型却纷纷出了 N 组路透。赵丽颖在剧中的侍女扮演者穿着一身藕粉色的连衣裙，从正面造型来看，她是采取一个双丸子头发髻的造型，在发髻上点缀着金色的发饰和一抹飘带，前额留着空气刘海。两个男配角则是穿着一身灰白交织的古装，古装采用高垫肩的设计，搭配白纱披风，发型和前额角梳得很平，跟陈希元中张震的造型有些相似。还有几位男配角的发型同样是前额角分明的束发发型，头戴金冠，后面缠着飘带，都是长款。男三号何宇在开机仪式上也采用了剧中的妆发，是用银色高冠束发搭配黑色长发，中间垂下2道流苏，银色高冠造型很夸张，符合仙侠特色。单纯从妆发来看尚可，只是不知整体效果如何。一部剧孵化到的整体质量水平，通过配角造型也可知一二。对于这 N 组路透造型，部分网友觉得并不好看，低于他们的期待值。他们觉得比较诟病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古装戏服给人感觉千篇一律，男演员的高垫肩也显得不太好看。当然了，现在出路透的这一批演员都不是主要演员，可能在造型上面没有过分雕琢，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浮化到不行的错觉。与凤行的造型设计，陈同勋之前曾经为多部电视剧设计过服装，总体效果或许不太令人都满意。从网友的总结来看，经由陈同勋之手的剧偶会出现一些很没有美感的造型，比如他比较偏爱用皮带来代替古装剧中的腰带，将皮质元素运用于仙侠剧的服化道中。高领的服装设计在古代并不多见，但服装设计师陈同勋却很喜欢给演员采用高领的服饰，忽视了人体的身材比例，导致演员看起来脖子很短，削弱了气质。同时还有网友提到他非常偏爱垫肩和腰带的元素，在杨紫的新剧《长相思》路透里面也随处可见高垫肩的元素，被不少人戏称为魔法斗篷。也有人因为这些路透对《长相思》电视剧的成品堪忧，可能这部剧也要跟《与凤行》一起摆烂了。现在从《与凤行》的几张配角路透里面，暂时还没有看到高领皮质服装的出现，只是出现了很多网友诟病的高垫肩问题。因此现在担忧开始发酵，有人觉得服化道可能会不尽如人意，造型也会有翻车的可能。仙侠剧的观众本身比较追求画面效果，如果整体画面效果缺失了美感，那么对电视剧的观感也会大打折扣。此前被差评的赵丽颖、王一博的作品《有匪》同样也因为粗糙的服化道受到了很多负面评价，这种担心的确有情可原。然而呢，对于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适应万物而言，仙侠剧本就是无定式的思想横放，高领的设计特别容易产生出莫测玄幻、若冷若热的高冷视觉，而且这种设计也有大量的西方脚本，前车可鉴，绝非神丑思维作祟，所以想不开也不必要。与此同时，与凤行才开拍，就有玄牧粉丝意外发现原本是女2的她，现在可能要变成了女3了。这也就意味着原本是女3的辣目洋子加了戏，因此线下很多玄牧粉丝都替自家姐姐鸣不平，觉得辣目洋子一个网红转型的演员也不是多大的咖位，莫名其妙中居然就开始霸凌其他女演员了。这种说法很有市场，阴谋论总是一些人的最爱。于是乎有人爆料说，辣目洋子之所以会被加戏，是赵丽颖授意的。因此有人觉得宣璐之所以被打压，是因为赵丽颖不想自己的风头被抢，
毕竟如果赵丽颖还是知否和有匪里的那种状态，在颜值和精气神这块，她真是很有可能被宣璐艳压。其实就像宣璐粉丝说的那样，辣目洋子本身也不是什么奇货可居的大咖，并没有谁蓄意要给辣目洋子加戏，只是与凤行这个项目为了卡到赵丽颖，除了多给她片酬这种实质好处外，还让她成了有很大话语权的监制。在这种情况下，赵丽颖自然是要最大程度上保证自己的戏份，而辣目洋子在剧里演的是赵丽颖的丫鬟，这主子戏多了，贴身丫鬟的戏份当然也就多了。所以这事儿就是没谁想找宣璐麻烦，但宣璐就是时运不济，被人突然感觉从女二变成了女三，与凤行未拍先闹，看来本届网友真不好带。只能说赵丽颖的焦点的确太大了，电视剧不比电影，制片监制是比导演编剧更能把控全局的人，这就要是被口水先淹没了，赵丽颖和传说的背锅侠又要撞车了。所以询问我说了无数遍，团队重要的事情要3遍。如果说赵丽颖背上了辣目洋子的锅，那么您猜王炸弟弟王一博会背谁的锅呢？快乐家族屋漏偏遭连夜雨之后，何炅、谢娜、吴昕仍旧活跃在荧幕上，只有维嘉和杜海涛真的是伤筋动骨。维嘉历来闷声发大财，自知已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所以他这边全然躺平，想着只要没有人翻他的旧账，他就安安静静过自己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只是呢，杜海涛以及他们一家一直都是相由心生，捞钱没够，所以现在他这边也在给自己重新造势，希望能够像何炅、谢娜一样，只要心理素质过硬，就可以找回观众，继续在台前蹦跶。在这种情况下，杜海涛最近可谓是营销不断，又是和沈梦辰秀恩爱，又是安利自己的减肥成果。鉴于他之前在某活动上演过中年后的王一博，所以他还专门拍摄机车氛围照，打算大肆发酵自己瘦下来就是王一博的通稿。这通稿的想法可谓精明至极，深问我不赞都不行，因为创意这玩意真的只要是沾上王一博都是王炸的创意了。可是呢，这通稿的苗头才刚弄出来，王一博团队就立马交涉制止了他。于是乎，一些媒体群也开始吐槽王一博太小气，甚至还有人臆测杜海涛瘦下来也丑的新闻多半都是王一博团队弄出来的报复。说到这，黑粉的想象力是不是一直都在，从没变过呢？至于说王一博团队为什么不愿意让杜海涛蹭蹭热度，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来杜海涛什么名声什么口碑大家都心里有数，再不计较的王一博也是正常人一枚，为什么要反复的让自己的形象一再受损呢？说实话，这个营销方案对于杜海涛来说那是抖机灵，很俏皮，但对王一博来说本身有害无利，并不友好。这杜海涛瘦了是王一博，反过来一推不就是王一博胖了就是杜海涛，这种想象力是零基础的。而现在王一博正在老干部形象发酵中，试问他对此又怎么会不觉得被人猴耍，反复膈应呢？基于此，现在这些说三道四好像观点很豁达的媒体人的确是在慷他人之慨，挖王一博墙角。说白了，在诗外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杜海涛也是精明人，胖了还是瘦了都拿来炒作，而且挂钩王一博的话偶尔一笑可以，经常开涮找抽，大众的审美还没那么的坑。当年那个当着全中国人的面膝盖发软跪韩国人的杜海涛，耍宝可以，认真就请找别家吧，拉王一博下水无异于在车道上碰瓷，只会一损俱损。而且杜海涛人品一直打包带售当中，也就那个假装不在乎婚礼的沈梦辰能够忍着性子包容他。10年换个婚前协议，9块9一桶打包的心算功力，到鬼聪明的王一博这里，能免就免吧。有时江湖中人被人糊弄一次就够的了，第二次先照镜子再免谈，